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.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. There's a crack in everything. That's how the light gets in. 我叫 Sophie， 今年19岁，还有几个月就20岁了。今年是我来加拿大的第3年，是射手座，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音乐、迷幻音乐和很暗黑摇滚的歌曲。我其实有就是这样那样的问题挺久了，然后就是追溯到高中或者初中吧，但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在意，或者说没有就是清楚的知道就是自己到底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。真正就是意识到自己就是不怎么好的时候，是我刚来加拿大那一年，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多，然后你会想就是不想出屋子，然后就是不想跟别人交流，然后又很暴饮暴食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跟就是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，然后来到一个新的国家，开始一段新的学业这样。我在来加拿大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一张床上睡过觉。就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啊，包括就是一系列生活上的转变，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样。我现在在学艺术史嘛，然后我 minor 了一个东亚语言，就是我学了日语，然后蒙特利尔又要求学法语嘛，就是一个双语区，所以我又学了法语。艺术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自由的学科吧，就是你的想法和你的看法不会被就是其他人就是评论，或者说是既定意义上的对或者错，所以就是你在去看画或者分析画啊，然后包括雕像也好，它从某一个方面向你讲述它那个时候的历史，或者说是那个时候的背景，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，以及包括就是这个创作者的内心世界，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状态特别不好嘛，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，然后包括那个时候事情特别多，然后积压在一起，然后就会让我有很激烈的反应吧，就是很激烈的那种情绪波动，然后会整个人就是很 sad 很 down， 会有冲动，就是说想要自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就比如说伤害自己啊这样。当时就是对学习的影响还蛮大的，因为你不能够集中注意力嘛。然后当时结课的时候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平衡好我自己的生活和情绪状态这样。有一些老师会就是很理解你，但他其实并不会做出就是实质性的帮助这样。在整个就是学习系统也好，就是整个社会系统社会帮助也好，就是有些时候并没有那么的 helpful。其实我大部分的朋友吧，他们不能理解但是接受，就是他们能够就是接受你在某些时候有情绪波动啊，但是就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感同身受同样的两个人嘛。我觉得我所有的朋友都很包容我，所以我有些时候会就是觉得我不配当他们的朋友。你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，你自己脑子也不清晰，然后你就是整个生活都是 mess up 的那种状态。其实我就是觉得说，就你在那样一个状态里，就是找人帮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别人怎么帮你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然后你怎么去表达你的需求和你所就是经历的东西，经历的一些情感变化，就是出现问题的一些就是过程和原因也很难。很累的时候，或者很疲惫，或者很低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听过一个叫深渊理论。对我而言吧，我会真实的感受到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很黑暗的深渊，然后那种很黑暗很灰暗的那种像雾一样的东西缠绕着你，把你整个身体里面的力量都全部都掏空。你大脑其实是有意识的，但是你想去控制你自己，比如说去锻炼也好啊，去就是做一些就是积极的事情也好，但其实你的身体并不受你大脑的指控，就你的身体已经就是完全跟不上你大脑就是的想法或者说是脚步了，所以它会就是一点点去拖垮你，一点点去就是吞噬掉你最后那一点点想积极的想法，然后你整个人就是丧在那儿那样。对，就是你身体的就是反应，它应激反应会比你就是大脑的要快得多。
化妆对我来说可能更像是说一个面具吧，像你去抹掉就是你不开心的那个状态，那种神色也好啊，那种面部表情也好，你总好像觉得说我就是比如说画上那种颜色很重的口红啊，会让自己看起来更不想被别人去看透，说你到底有多丧，你生活到底有多难这样。然后并且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很讨厌我自己，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长得很丑啊，然后身材也不够好啊，就是一系列就是很外表的事情。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一点都不爱你自己，然后你会觉得你很愧疚，就是为什么没有达到就是周围人啊，或者说是很爱你的人对你的要求也好，就是你怎么就是这么的不配，就是拥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这样。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就是对自己不满，就是我很讨厌我自己，然后我有的时候又想说，就是虽然我不好，我不完美，我也很爱我自己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。我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奇怪的小习惯和小癖好，叫做我很喜欢拥抱我自己，就我很喜欢躺在地板上，然后家里又很灰暗的那种状态，然后你自己就是拥抱着你自己，然后你整个人都是那种很放空、很空的那种状态，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很平静，就很平和。我觉得自己就是孤零零的被扔在那儿，是一种特别自虐的那种快感。就是其实是一种挺拧巴的想法。做起来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机灵，就是像一个东西突然进到你脑子里，跟你说你该起来了。就是其实很难描述，就是到底是怎样一个感觉，但是它就是像有人告诉你你应该这么做。几个月之前，我可能跟你说这个东西会伴随我一生，然后我会觉得很 ashamed， 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对我的影响特别大，会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正常生活，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。就是现在，如果你现在来问我的话，我可能会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像是我的一个特殊的朋友吧。我觉得它像是我的一个很秘密、很私人、很特殊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你们都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就是我在这样的情绪里面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，就是提醒你，你这段时间你要停下来，或者你要慢下来，或者是让你明白，就是以前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怎么去在未来避免它。我现在开始接受它，我觉得可能过1年之后，我可能会开始喜欢它吧。我可能永远都变不成一个完全乐观的人，但是这样的状态会让我相信，就是可能在我黑暗的生活里还有一束光，只是我没有找到，我还没有到那个位置。但是你总要对生活有一点期待的嘛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练小提琴，然后开始接触音乐，我可能从5、6岁的时候吧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妈还对我挺凶的，但是到后面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治愈我的东西。你能确确实实的看见、听见，就是你怎么摁那个弦，然后那个音乐是怎么流淌出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属于你，就是那是像是那种从小的时候传过来的声音那样。